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杰森视角。伊朗战争，川普计划还要打多久？近日，伊朗在战场上真的让世界震惊了2次，这又是怎么回事？3月20日这一天，川普同时干了几件看起来互相打架的事情。嘴上说考虑逐步结束对伊朗的军事行动，手上却在往中东拼命增兵，一边打伊朗，一边释放伊朗的石油让全世界去买。很多媒体评论员一看这个画面就来劲儿了，说川普又开始前言不搭后语了，说他混乱，没有战略，东一榔头西一棒槌，到底是个什么情况呢？等我跟大家捋一捋这些事情，我们再来讨论事情是不是就是表面看的那么简单。咱们先说美军目前高调向中东增兵这事儿。美以联合对伊朗的史诗怒火军事行动已经打了3个礼拜了，空中打击把伊朗的导弹发射架、防空系统、海军和空军基本炸了个精光，但伊朗手里还握着一张牌，那就是堵住霍尔姆斯海峡，全世界1/5的石油运输要从这里过。伊朗把海峡一堵，全球油价蹭蹭往上窜，所以美国虽然在天上的仗已经基本打赢了，但在地上霍尔姆斯海峡这道坎儿没迈过去。在这个节骨眼上，美军开始大规模高调向中东投射地面力量了。目前有2路美国大军分别从太平洋的两端同时出发，扑向中东地区。一路是从美国加州圣地亚哥提前3周紧急出港的全师号两栖作战群，这个作战群搭载着第11海军陆战远征部队，大约有2500名陆战队员，外加水兵，一共有4000美国军人。这个作战群原本就计划要派驻到中东地区，现在美国军方突然决定让他们提前出发，水兵们连休假都缩短了，被要求立刻开拔。那么另一路是从日本出发的迪利波里号两栖作战群，这个作战群搭载着第31海军陆战远征部队，同样是2000多名陆战队员。这个作战群目前已经穿过马六甲海峡，正在横渡印度洋，预计3月底会到达中东地区。如果2支编队在中东地区会师，那就会形成一个近5000名海军陆战队员、6艘两栖战舰的一个庞大的军事作战体系。目前美军虽然已经在中东驻扎了5万军人，但是这个新的作战体系给美军提供了此前没有的强大的两栖作战能力，让美军攻击伊朗岛屿和沿海陆地成为可能。与此同时，网上又传出了另一个美军部署的消息，按理说这应该是属于那种高级军事机密级别的消息。什么消息呢？说美军驻扎在北卡罗来纳州的第82空降师，也就是美军著名的全球第一响应部队，突然取消了原定的大型训练演习，全师进入了18小时内可全球部署的待命状态。虽然这个透露的消息没明说可能部署的目的地在哪里，但这个消息却传递出一个清晰的信号：美国的内陆攻击力量也已经在随时待命状态了。配合这个消息，国务卿卢比奥最近还公开讲过一句意味深长的话，他说伊朗的核材料最好是派人去拿到。你如果把这些消息点拼在一起，美军的一个精心谋划就呈现出来了。目前美军对伊朗拥有从海上武力攻击和封锁的能力，这些新的军事部署让美军的军事能力迅速扩展，很快美军就会具备对伊朗岛屿和沿海地区实施两栖攻击的能力，同时还会具备对伊朗内部腹地实施空降奇袭的能力。从海上到沿海再到内陆，一系列多方位多层面的军事选项瞬间都摆上了桌面，都成为美军高层的可选项。这对伊朗军方来说，不单是精神层面的压迫，更是对伊朗从战术上的全方位的迷惑。另外，美国媒体和川普近期
总是把伊朗近海的哈尔克岛挂在嘴上。这个面积不到20平方公里的小岛，处理着伊朗90%的原油出口。很多人都在说，美军派出的那2支海军陆战远征军就是奔这个哈尔克岛而来的。真是这样吗？在我看来，大概率这是美军在玩兵不厌诈的游戏。在美军向伊朗全面投射军事力量的同时，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在同一天却发出了一个表面看让很多人感到很难理解的决定。财政部底下专管制裁的那个部门，针对伊朗石油颁布了一个叫通用许可证 U 的公告。这个公告居然宣布对伊朗石油的全球买卖解禁30天。我在杰森新闻快递频道中口译过贝森特关于这个决定的访谈节目。这个公告宣布，对于那些已经装在油轮上、目前漂在海上的伊朗石油，大约有1亿4千万桶，美国财政部决定取消此前对这类伊朗原油的买卖禁令，允许全球各国去买、去运这些伊朗原油。窗口期是从3月20日开始的30天。很多人一听这个消息，第一反应就是，这决定是不是在资助伊朗政府，一边打伊朗，一边让人家卖石油赚钱？川普的财政部都是脑子进水了吗？但你仔细读一读这个许可证，你就会发现它设计的精妙之处。首先，这个公告只放行伊朗石油物理上的买卖，油可以卖，可以运，可以卸，但钱呢，1分钱都不许流进伊朗政府、伊朗央行、伊朗国家石油公司的口袋。全球石油交易除了中共和伊朗之间，主要还是走美元结算，走美国银行清算。因此，美国财政部有权利直接冻结、阻断或者是要求托管任何试图把钱转给伊朗政府的交易。贝森特在 X 平台上发文明确说，伊朗将难以获取由此产生的任何收入。有人不理解贝森特在说什么，他的话里其实有一个很多人不知道的关键细节。石油生产国的政府收入主要是在石油开采出来的时候通过税收拿到的，而不是在石油卖出的时候才收钱。换句话说，这些已经装在油轮上的石油，伊朗政府该收的税早就收过了，现在把这些油释放到全球市场，伊朗政府其实是拿不到多少额外的钱的。但是这1亿4千万桶滞留在海上的原油，却会立刻增加国际原油市场的供应量，有稳定人心和世界油价的双重作用。国际油价一落，不但美国人的油价会下跌，而且伊朗对未来石油出口的议价能力也会被削弱。况且这些油本来就是中共国通过影子船队低价买走、廉价囤积起来的。现在美国把这些油从只有中共能买的国际黑市垄断中解放出来，推向公开市场，来降低国际油价。用贝森特原话说，就是用伊朗的油桶来对付德黑兰。那与此同时呢，美国对于伊朗影子船队和中国一些专门买伊朗廉价原油的炼油厂的打击一天也没停过。2年间已经制裁了875个实体和船只。所以这不是什么对伊朗原油放松制裁，这是一边释放存量油稳市场，一边继续绞杀伊朗的经济命脉。顺便一句，在8天前，美国财政部对俄罗斯石油发布了几乎一模一样的临时许可证，同样只放行存量，同样是只有30天，同样不解除金融制裁。这说明美国财政部已经把用对手的石油反过来砸对手做成了一套标准化的经济战武器。在美国从军力部署和经济政策上针对伊朗两面出击的同时，最有意思的还是川普本人对这场战争的表述。3月20日，他在 Truth Social 上发了一个长帖，系统地列出了美国在这场战争中的5大目标，那就是彻底摧毁伊朗的1导弹能力，2国防工业基础，
3. 海军和空军。4. 永远阻止伊朗拥有核武器。5. 保护中东盟友，包括以色列和沙特。然后他说，我们已经非常接近达成这些目标，因此目前我们正在考虑逐步放缓我们在中东的军事行动。同一天，他在白宫蓝草坪登上直升机前对记者说，我认为我们已经赢了，他们没有海军，没有空军，没有任何装备，他们现在唯一能做的就是堵住霍尔木兹海峡，但从军事角度看，他们已经完蛋了。当记者问他是不是要停火时，他毫不犹豫地说，你会不会在正在彻底摧毁对手的时候停火呢？川普在接受 MSNBC 采访的时候说得更直接，我现在就可以离开，他们需要10年才能重建，但我不认为这是可以接受的情况。如果我们再待久一点，他们就会永远无法重建。他还明确说，最重要的目标是不让伊朗拥有核武器，要求伊朗政权更迭并不是他的首要目标。据跟川普交谈过的盟友和顾问透露，川普对这场战争的态度其实是矛盾的。他一方面对油价飙升感到焦虑，恼火盟友不愿意帮忙美国一起解决霍尔木兹海峡被封的问题；另一方面，他对伊朗政权是深恶痛绝的，而且美军摧毁伊朗军事力量的那种压倒性实力又让他感到振奋。很多人看到川普一天之内又说考虑放缓军事行动，但又不接受停火，一方面向伊朗周边增兵，另一方面又决定给伊朗石油公司松开紧箍咒30天。只看表面，人的第一反应都是，这人到底在想什么呀？说话前后矛盾呢？但是我想大家换一个角度想这个问题，什么样的人说话前后100%一致，从不自相矛盾？写论文的教授，做演讲的理论家，从来没有真正处理过复杂危机的记者和评论员。而真正在战争迷雾中做决策的人，每天都要应对瞬息万变的战场态势，应对对手不可预期的各种新谋划，还要应对盟友各怀心思的算计，当然还有美国国内的民意和物价的多重压力。在这种环境下，最危险的不是说话显得矛盾的领导人，而是死抱着一套方案不松手的领导人。川普说的话和他做的事看起来打架，但他说的话和他做的事本来就不是给同一个人听和看的。考虑放缓是给国内选民听的，别担心，我不会把你们拖进无休止的战争。懦夫是说给北约听的，要么出力，要么承担后果。他们已经完蛋了，是给伊朗听的，你们再别心存幻想了。而他做的事呢，增兵释放石油，卡死伊朗的钱，保持军事压力，每一个动作都是在限制对手的选项，都是在增加自己的选项。孙子说，兵者诡道也，战争中最忌讳的就是让对手能够预判你的下一步。再说川普政府那个释放伊朗石油的操作，它其实揭示了一个被严重低估的战争维度。传统上我们理解的战争就是你打我，我打你，外加经济制裁和封锁。但贝斯恩特这一招是什么呢？是把对手已经偷偷卖出去的资产反过来变成打击对手的武器。1亿4000万桶油的税钱，伊朗政府已经拿到了，不允许这1亿4000万原油在国际市场上卖，就会让国际油价上涨，油价高了，伊朗政府的税收就更高了。现在美国说好，这些油不光中共能买，全世界都能买，一下子把1亿4000万桶油从伊朗到中共的灰色通道给释放到了全球市场，把油价打下来的同时，也是在打击伊朗未来的石油税收。而且中共以外的国家用美元买石油的过程中，交易的钱全在美国控制中，伊朗1分钱也拿不到，稳国际油价，限制伊朗收入，同时减少中共的廉价石油供给，一箭三雕的妙招。所以我们换个角度来看这整盘棋，如果你不听川普说了什么，只看他做了什么，你会发现一条非常清晰的线。军事上持续削弱伊朗的常规战斗力，直到不可逆转；经济上用精准手段切断伊朗的
造血能力，同时管控国际和国内的油价。外交上，逼迫盟友要么出力，要么承担后果。兵力部署上，从威慑到有限打击的全部选项摆上桌面。每一个矛盾的言论背后，行动都在朝同一个方向收敛，让伊朗的选择空间越来越小，让美国的选择空间越来越大。当对手的选项归零的时候，结局就自然浮现了。在战争中，真正给力的领导从来都不是口头前后一致，行动十分收敛的那种。那些整天评论川普东一句西一句没准头的人，他们衡量一个战时领导用的是和平年代写社论的标准，他们要求总统像写学术论文一样列出论点、论据、结论，逻辑自洽，前后呼应。殊不知，真正处理复杂局面的根本原则就是保持灵活态势，就是兵来将挡，水来土掩，就是根据每一天的实际情况做出调整，而不是被自己昨天说过的话绑住手脚。这些媒体评论员大概永远也不会明白，在不确定性面前，灵活本身就是最大的战略。战争论的作者，德国军事理论家克劳塞维茨对战争的核心描述就是：战争是充满不确定性的领域。说到战争的不确定性，表面上似乎已经被美国和以色列打趴下来的伊朗政府，在过去2天却在战场上给世界带来了2次震惊。首先，这2天中国互联网上广泛流传着这么一条消息：美国 F-35神话破灭，美军隐身战机遭首杀，隐身无敌成为过去式。这些报道其实是在重复伊朗政府的一个公告。伊朗政府的这个公告声称，他们在3月19日成功首次击落了一架美国 F-35隐形战机。那么真实情况是什么呢？2026年3月19日凌晨，大约是伊朗当地时间2点50分左右，一架美国 F-35A 隐形战机在伊朗中部上空执行作战任务时，确实被疑似伊朗火力击中了。注意，是击中，不是击落。美国中央司令部发言人霍金斯尚未确认，这架 F-35战机在完成军事任务后安全着陆在中东某美军基地，飞行员状况稳定，事件正在调查中。同时，伊朗革命卫队发布了一段红外视角的视频，里面能看到一架外形类似 F-35战机的尾部发动机区域被导弹命中，飞机拖着烟继续飞行，没有爆炸，没有弹射，飞行员把飞机飞回来了。所以中国那些网站用击落、首杀这种词儿，纯粹是情绪化渲染，跟事实不相符。但话说回来，即使只是击中这件事本身仍然意义重大，因为这是 F-35自2018年投入实战以来第一次在实战中被敌方火力打中。那这架号称全球最先进的隐形战机到底是怎么被打中的呢？这里面的技术原理其实并不复杂。F-35对雷达隐身，但对红外线不隐身。F-35的普惠 F-135发动机推力是目前战斗机里最大的，结果就是飞机尾喷口温度上千摄氏度，高速飞行时机身摩擦还会产生额外的热量。这次 F-35被击中，正是伊朗人抓住了 F-35的这个弱点。在美以联军发动史诗怒火行动之后，联军通过电子战隐身突防和反辐射打击，迅速压制了伊朗固定防空系统。伊朗的固定雷达防空系统基本被完全摧毁了，传统的打法已经行不通了。于是伊朗防空部队做出了一个战略调整，就是他们的雷达系统进入了一种所谓的静默作战模式，全程不开雷达，改用完全被动的红外和光电传感器来搜索目标。这套打法的妙处在于，红外系统不发射任何能量，它只是看不喊。而 F-35的雷达告警系统呢，它的工作原理是接收到敌方雷达发射的电磁波后，会判断有没有人在锁定这架飞机，然后给飞行员提前发出预警。
但是当对方的红外线检索系统根本不发出任何信号时， F-35的告警系统当然就什么都收不到了。从革命卫队发布的视频来看，那架 F-35没有做任何规避动作，没有释放干扰弹，说明飞行员很可能压根不知道有导弹飞过来了。有人说 F-35不是还有一套分布式孔径系统吗？6个红外传感器360度覆盖，理论上应该是能看到来袭的导弹的热信号呢。理论上确实是这样的，但是如果伊朗提供的视频是真的，那么要么是 F-35这个红外传感系统因为某种原因而没有提前预警，要么是美国 F-35战机的飞行员过于自信，而对于红外传感器的预警没有及时反应过来。到底是什么原因？这会是美军目前核心要调查清楚的问题。那么伊朗是用什么高级武器来打中 F-35的呢？对此现在还没有定论，有人猜是伊朗的358导弹，就是一种融合了游荡无人机和地对空导弹特性的低成本的一种武器。也有分析倾向于是用的伊朗的 Majid 的短程防空系统，装在轻型卡车底盘上，一套系统也就是几十万到几百万美元。它们的共同特点都是被动红外制导，不依赖雷达。飞行速度那么快的 F-35战机怎么会被伊朗这种低端导弹给打中了呢？因为随着美国和以色列的军事行动推进到伊朗纵深，伊朗机动防空系统可藏匿在任何地方突然弹出来，因此美军开始使用更多的近距离精准制导武器，例如 JADAM 或者小牛导弹等等。这就要求 F-35得飞得更低，更接近目标。但是这样做的一个负面效应就是 F-35开始进入了伊朗这些短程低架防空系统的杀伤范围。从这件事情我们再次看到人类军事史有一条被反复验证却总是被人忘记的铁律：每一种无敌武器的出现恰恰是催生它克星的最大动力。中世纪重装骑兵称霸战场上百年，全身板甲，铁马长矛，步兵见了只有跪的份儿。直到英国长弓手在阿金库尔把它们变成了移动靶子，一支造价几便士的箭射穿价值昂贵的盔甲。战列舰被奉为海战之神，大炮巨舰的时代，谁的船大谁说了算。直到珍珠港的鱼雷轰炸机证明它不过是一座昂贵的浮动棺材。这次 F-35被击中的故事不过是这个钟摆的最新一次摆动。当全世界都在仰望雷达隐身的时候，美国的对手悄悄从侧门走了进去，手里拿的还是一张最便宜的门票。人类总是有那种终于找到了终极答案的集体幻觉。每当一种武器强大到所有人都觉得它不可战胜的时候，恰恰就是钟摆开始往回摆的时候。当然美国这边此前也不是没有意识到 F-35在红外线监测方面的缺陷。美国最大的武器制造商洛克希德马丁目前已经在推进所谓的第5代战机升级计划，准备把未来第6代战机的技术往 F-35上移植。其中最重要的一个改进就是加入新型多普域隐身涂层和对发动机尾喷口的改造，目标就是让 F-35不光对雷达隐身，还会大幅降低它的红外信号。这些升级计划在未来2-3年内就会分批落地。3月20日爆出的另一个消息同样让世界对伊朗的军事力量感到震惊。3月20日，伊朗居然向美英联合军事基地迪戈加西亚基地发射了2枚中程弹道导弹。迪戈加西亚是一个位于印度洋正中间的珊瑚环礁，距离伊朗大约是4000公里，是美英2国共用的一座超级军事基地。震慑全球的美国的 B-52 战略轰炸机、核潜艇、大型军舰的很多都是从那里出发的。那是美军在中东和亚太之间最关键的一块跳板。
现在英国已经明确授权美国用这个基地打击伊朗。伊朗这2枚中程导弹攻击的结果如何呢？2枚都没打中，一枚在飞行途中出了故障，自己掉下来了，另一枚是被美军海军驱逐舰用的 SM-3 拦截弹给拦住了呢，还是自己打偏了？目前还说不清楚。对此呢，英国国防部明确说了，伊朗没有成功的打中迪戈加西亚基地任何地方。虽然这2枚导弹都没命中目标，但是这件事的真正震撼点根本不在于他们打没打中目标，而在于伊朗居然敢对他4000公里以外的目标实施攻击。上个月，伊朗外长阿拉奇还公开宣称，伊朗对自己的导弹射程有意限制在2000公里以内，以此表述伊朗对欧洲和美国不构成任何威胁。2000公里是什么概念？刚好能覆盖以色列，根本打不到欧洲，也够不着美军在印度洋的那个基地。西方的主流评估也基本采信了伊朗的这个说法，认为伊朗的主力导弹顶多打1300到2000公里，最多不会超过3000公里。结果这2颗导弹直接飞了4000公里。大家都知道，伊朗不可能在3周内就造出一款射程翻倍的导弹，因此这些飞向迪戈加西亚的导弹应该在战争爆发之前就已经安安静静地躺在发射架上了。美方评估它大概率是伊朗对它的霍拉姆沙赫尔4型导弹的改型，把弹头从1500公斤减到300-500公斤，用牺牲破坏力来换射程。这是导弹设计里经典的载荷和射程之间的取舍。但关键问题不是伊朗在技术上怎么做到的，关键问题是在伊朗嘴上说着我只打2000公里的时候，却已经有了这款可以打到4000公里以外的能力。伊朗嘴上说的是自限2000公里，从来就不是什么自我克制，而是一场精心设计的战略欺骗。这个说法的真正目的是给西方绥靖派递上一根拐杖，让他们可以理直气壮地说，你看伊朗还是有分寸的，他让欧洲以为自己是安全的，外交还是有效的，而伊朗就在这把保护伞下面从容地完成了从2000到4000公里的技术跨越。过去10年，欧洲对中东冲突基本上是一个态度，这是美国人和以色列人的事儿，我们呼吁和平就好了。2000公里的伊朗导弹完美配合了这种心态，够不着巴黎和柏林嘛，所以喊和平是不花钱的。但是4000公里意味着什么？从德黑兰到希腊雅典大概是3200公里，到罗马是3600公里，到柏林是3500公里，到3800公里，到巴黎是4200公里，到伦敦是4400公里。也就是说，整个欧洲的中部和南部全部被拉入了伊朗的导弹射程之中了。这枚导弹虽然没有打碎迪戈加西亚基地的跑道，但是它应该是会打碎欧洲事不关己的幻觉。欧洲面对的2选1命题已经变成了，要么现在就支持美以从源头摧毁伊朗的远程打击能力，要么是将来自己花天文数字的钱去部署导弹防御系统，在自家的后院跟伊朗导弹玩拦截概率的游戏。而这还没算上那个最恐怖的变量，什么变量？就是核弹头。这也是这件事里最容易被忽略，但其实是最危险的一层信号。很多人看到伊朗2枚导弹都没打中，第一反应是嘲笑，觉得伊朗不行，虽然能打到，但是根本打不准。但你仔细想一想，一个导弹打不准的流氓国家，他下一步的选择会是什么？是继续往弹头里装常规炸药，然后祷告下次运气好一点吗？绝对不是。最符合他逻辑的选择是装一枚核弹头，因为核武器不需要精度，方圆几公里之内都是毁灭性的杀伤。打偏200米还是打偏2公里根本没有区别。导弹越打不准，追求核武器的动机就越强烈，这是一个冰冷的疯人逻辑。
4000公里的射程加上1枚核弹头，精度这个问题瞬间就不存在了。所以你说这2枚失败的导弹传递的真正信息是什么？是伊朗离把欧洲玩弄在掌骨之下，就只差核弹头这最后一块拼图了。最新消息显示，伊朗最快可以在数星期内搞出11枚核弹头。美国中央司令部司令库珀说得很清楚，这次战争的目标是消除伊朗向境外投射军事力量的能力。这不是赶尽杀绝，这是在伊朗把最后那块拼图拼上之前，把它的整个拼图板给掀掉。而欧洲再次站在国际法的道德制高点上，在指责川普政府好战的谩骂中，让美国悄悄地再次给自己挡了一次子弹。当然了，美国以后还帮不帮欧洲挡子弹就不好说了。我在杰森新闻快递栏目中刚刚翻译了一个昨天的川普答记者问，川普详细说了他这方面的想法，大家可以去看看。好，今天杰森视角的节目就到这里，谢谢大家的收看，希望大家能够订阅和推荐杰森视角以及杰森新闻快递这2个频道。